欢迎你回到朗学院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如何把音乐里的对话感给弹出来。那么我们要谈到的曲子呢，是贝多芬的《月光奏鸣曲》的第2乐章。这个乐章呢，是一个非常小巧精干、篇幅很短的乐章，它是一种轻松诙谐的感觉，还带有一些田园一般的惬意感。但是要弹出这种很惬意的松弛感、不费力的感觉，其实并不容易。我们练琴的时候，对一首曲子的基本风格的把握非常重要，把谱子给读明白了，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半。郎朗老师讲到这个乐章的时候，说到它像对话一样，有一种你来我往的感觉，一种上句和下句，或者说像问与答的感觉。当我们来仔细的看谱，就会发现它整个乐章的分句是非常的工整的。那么这个乐章呢，几乎从头到尾都是4+4的结构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虽然说这里写的拍号是4/3拍，意思就是说每个小节有3拍，但是呢，我们在弹的时候，可以不用数1、2、3、1、2、3，而是去数每一个小节作为一个拍子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感受这种4+4的句子的结构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每4个小节算作一个单位。上句、下句，千万不能够把每一个音弹成一样的力度。而是要弹得像说话一样，每一个字有抑扬顿挫的感觉。之前的课上呢，我也有专门的跟大家展开谈过关于音乐中的分句，讲到了4+4是古典音乐中最常见的一个结构。那么今天这节课呢，我想跟大家侧重分享的是我们如何把这个句子给呈现得更好，不能够弹得四平八稳，没有起伏。如果你想把一个句子弹好，你一定要建立的一个概念就是音乐中的方向感。举例来说，当我们已经知道了一句话被分成了4+4的结构，我们怎么来诠释呢？方向感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在于从一个音到下一个音，它们之间的联系。我们不能够把每一个音看成一个一个独立的单位，而是把整句话看作一个大的单位。每一个音到它的下一个音，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音量和音色，它们必须要带有方向性，带有一种持续运动的感觉。它们或者略微的渐强，或者略微的渐弱，一定是带有方向的，带有一种持续运动的感觉。第一个音是一个弱起拍，所以要很轻。然后第2个音是一个正拍，要稍微的明亮一些，打开一些，所以可以稍微的做一些渐强。然后这3个音是一个渐弱的趋势。到了最后一个音，跳音，提手腕，可以听到这4个音是一个非常圆润的感觉，带有方向性的，包括这4个跳音，整体是一个渐弱的感觉，不能够弹成，而是最后这个音是非常轻的，最轻的。然后下一句对比上句呢，下句它更高，所以整体是一个更明亮的感觉。从形态上来说，上句和下句都是一样的，它们都是一个略微的渐强，然后渐弱。从4+4的结构来说，上句会更轻一些，下句会更明亮一些。明亮一些。收句，注意这个地方一定要做好渐弱，不能够弹成。下一个4+4里呢，因为我们的音区往下走了，所以整体音色呢是比刚才那一句更加的浑厚一些。但是总体来说呢，它的上句和下句都是一个先渐强，然后再渐弱的这样的形态。好，先弱起，然后略微的渐强，然后渐弱，注意这个地方非常的轻，然后再弱起，渐强一点点，然后再渐弱，不能够弹成。
所以当你来思考怎么样弹出这种有抑扬顿挫的、有高低起伏的方向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乐章并不好弹，因为它是多声部的，而且很多时候它的每个声部是各干各的，一个连奏一个断奏。比如在我们的第二个4+4第二个句子里面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我们现在用特别慢的速度来弹一次。我们的2只手要同时处理3个声部，并且每一个声部它的 articulation 是不一样的。首先，我们的左手可以被看成一个完整的声部，我们的右手可以分成上面的和下面的声部。然后我们再把3个声部合在一起。